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悠悠 Chinese 收看做甜品学中文节目，我是 Milly。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了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鼓励、支持和意见。我们今天会做的甜品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甜品，同时我们还会介绍12生肖中的最后2个生肖动物。我们今天做的甜品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甜品，那就是月饼。不过我们做的不是传统的月饼哦，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冰皮月饼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会学到的食材词汇有哪一些吧。成粉、熟糯米粉、白油、水、白砂糖、鸡蛋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制作的是12生肖中的蛇，还有另外一个是12生肖中的最后一个动物猪。那么我们先来制作一下冰皮月饼吧。首先我们来制作月饼的内馅。我们先将白砂糖倒入无盐黄油中，我们用电动打蛋器把它们搅拌均匀，打至颜色变浅，体积变大。接着我们把鸡蛋倒入这个面糊中，我们一样把鸡蛋搅拌均匀。接着我们倒入奶粉和橙粉搅拌均匀。那我们的内馅就做好了。接着我们把内馅放到蒸锅里蒸30分钟。内馅做好之后放凉了，我们把它揉成这样子的小球，每一个是33克。接下来我们来做月饼的饼皮。我们先将糖粉倒入熟的糯米粉中，接着我们倒入白油，接着我们倒入水，搅拌均匀。我们用手套把它捏成团，这样我们的饼皮就做好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色素放入面团中揉捏均匀，就变成这样子的面团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包月饼。首先我们把面团分成每个30克，我们把面团压扁，然后我们把内馅放在面团的正中央，接着用手掌把它包起来，然后慢慢的往上推，把口封好之后，再把它滚成圆形，这样子我们的月饼就包好了。绿色我们也是一样的过程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猪和蛇的身体就做好了。好啦，那我们的冰皮月饼就做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画12生肖中的猪还有蛇。那么我们一起来边做边聊吧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画蛇，我们会用到这些融化好的彩色巧克力来做装饰。蛇这个生肖还有很多中国人愿意把它叫小龙，因为蛇的外形与我们前面介绍的龙很相似，所以有一些属蛇的人更愿意说自己是属小龙的。可见龙在中国的文化里影响力是很大的。蛇其实在很多文化里都被视为最有灵性的动物之一，除了中国外，在希腊、印度、埃及等国的历史中，蛇在这些国家都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。如果注意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徽上就有蛇的形象。属蛇的人通常会有顽强的性格，很好的口才，通常对数字很敏感，因此善于数学和理财。另外，属蛇的人还会带给人神秘感，是很理性的人。好，现在我们蛇画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画12生肖中的最后一个动物猪。一提到生肖猪，现在我第一个想起的居然是可爱的小猪佩奇。不过在中文中，猪经常会被用来形容比较懒惰的人。虽然如此，猪在中国的12生肖中绝对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属相，因为很多人相信猪是富贵的象征。同时，猪年出生的人会有很多朋友，因为心地善良、乐观、慷慨大方且非常忠诚。属猪的人
性格上因为比较直接，不会欺骗朋友，因此有时候会与人有争执，也容易受骗。因为性格直，可能有时会缺乏沟通精神。总之，如果你是一个猪年出生的人，你的运气会很不错的。好，现在猪也画好了，大家喜欢吗？橙粉、熟糯米粉、白油、水、白砂糖、鸡蛋、蛇、猪、冰皮月饼。那么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12生肖动物就全部都做好了。接下来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12生肖，我们会按12生肖的正确顺序来做读音示范。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大家都记住了吗？非常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悠悠 Chinese 的做甜饼学中文节目的关注，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中国的生肖文化，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一样，将中文学习跟学习者的生活结合起来，在学中用，在用中学。希望通过悠悠 Chinese 的帮助，你们的中文会越来越好。我是 Milly， 拜拜。在中文学习跟生活联合起来，在学中用，在用中学。要重新唱。可以，freestyle 啊！